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音乐核弹，3首歌如何炸穿华语乐坛天花板？当肖战的新歌在全球炸出蘑菇云，我看到了华语音乐的新纪元。凌晨3点，我盯着 Spotify 飙升榜上同时出现的3个中文歌名，突然意识到那个曾被欧美垄断的音乐战场正在改写规则。肖战3首新歌如同3枚文化核弹，在2025年的开年之夜，将华语音乐的疆域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版图。在这个被短视频神曲肢解听觉的时代，肖战带来的不是快餐式的旋律轰炸。当光点的钢琴前奏在洛杉矶的凌晨响起，我亲眼见证咖啡厅里金发女孩摘下 AirPods， 把进度条拉回开头。这大概就是顶级音乐人的魔力，能让不同肤色的听众在副歌降临的瞬间，集体起立致敬那些在血管里炸开的音符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这场全球狂欢的 B 面故事，在东京涩谷的唱片行，印着汉字歌词的实体专辑被摆上 C 位。柏林的地下乐队把破戒改编成电子摇滚版，就连纽约地铁的街头艺人都在用蹩脚中文翻唱《星海》。这种跨文化的奇妙反应，像极了当年披头士掀起的英伦入侵，只不过这次冲锋的号角带着东方韵律。细品这3首看似迥异的作品，会发现肖战埋下的音乐密码光点里若隐若现的古筝音色，在 EDM 节奏中化作文化桥梁。破戒副歌部分突然爆发的戏腔，恰似一柄划破夜空的龙泉剑，而星海中精心设计的呼吸声采样，让人想起敦煌壁画里飞天的飘带。这种东方美学与流行音乐的化学反应，比任何文化输出报告都来得震撼。当我翻看 Billboard 的乐评专栏时，发现个有趣现象：西方乐评人开始用肖战 effect 来形容这种降维打击。某位格莱美评委在推特质问，为什么这个中国歌手能把 K-pop 精心设计的传播公式变成信手拈来的即兴演奏？或许答案就藏在 TikTok 上那条爆火的视频里。巴西少女跟着肖战新歌学写毛笔字，背景音是百万人在合唱中文歌词。站在这个特殊的文化节点回望，肖战的音乐神话早已超越数据神话的范畴。当他的高音在公告牌榜单上撕开裂缝，当汉语歌词成为00后歌单里的潮酷符号，我们见证的不仅是顶流迭代，更是一场静默的文化远征。此刻的华语乐坛，正如星海里那句惊艳的转调，混沌中睁开的新同人，正倒映着整片银河系的光。